只把孩子举高高的熊猫妈妈叫小白兔，而她手里软萌可爱的熊猫幼崽，正是如今被北洞饲养员宠成公主的小白天。小白天2岁时离开妈妈回到北洞，因为性格腼腆，对陌生环境比较敏感。展出第1天，人们迟迟不见他的踪影，饲养员来到内舍寻找，也没看到小家伙。正当吓坏了的众人准备紧急搜寻时，抬头一看，却发现小白天竟爬到了房顶上，扒着墙头，紧张兮兮地看着两脚兽们，似乎在说：“搞咩呀，熊家迷路了而已。”小白天从小就是个标致的美女，蓬蓬脸，微笑唇，自带魅惑的上挑眼线，是熊猫界唯一自带美妆的小熊。长得好看也就算了，还特别会撒娇。众所周知，北洞窝头是出了名的难吃，每次奶爸送来加餐，小白天都不要，而是转身撒娇，示意对方给他按摩，只有按摩舒服了才肯赏脸。因为公主经常享受完就翻脸不认人，面面奶爸一整个生无可恋，下意识按着，被关在笼子里的模样，感觉离疯不远了。小白天看到奶爸没有专心按摩，气鼓鼓的给了他一熊掌，并警告道：“好好按，本公主这次绝不反悔。”躺累了的小白天挪屁股转了一圈后，又伸出脚给奶爸闻，亲吻本公主右脚，把精神恍惚的面面都给气笑了，只能无奈的轻轻拍了一下闺女的屁屁。前几天小白天过6岁生日的时候，或许是不满意奶爸做的窝窝头蛋糕，小公主和粉丝短暂会面后就进屋了，直到下午4点才再次露了个脸，来给白天庆祝生日的游客，想让面面奶爸把蛋糕拿屋里给他吃。对此白天表示栓 Q 大可不必，蛋糕给他拿进去吃吧。别看小白天在奶爸面前肆无忌惮，但其实面面已经掌握拿捏闺女的方法。毕竟没有女孩子不在意自己的丑照。当傲娇的白天不想搭理奶爸时，面面悄咪咪掏出手机飞速拍了照片，并威胁闺女不乖的话就给抱出去。小白天握住栏杆，目不转睛地看向奶爸，仿佛在说：“如果可以，真想把这玩意扔你脸上。”果然，好看的熊熊就连生气都这么可爱。不仅如此，小白天还非常喜欢爬树，边眺望风景边惬意地晃着脚脚，这营业状态简直让所有打工人泪目。而如此可爱的小熊，网友们爱了吗？终于有能媲美史大海的小熊了。媚猪用行动诠释被妈妈一把屎一把尿养大。只见橘萌萌正在厕所里五谷轮回，媚猪义无反顾地直奔妈妈而来，眼神坚定地品尝着这热乎的须须。母子俩主打一个自产自销，绝不浪费。就算被看不下去的萌萌咬住尾巴拖走，小家伙还在不停咂巴嘴巴细细回味。不得不说，这倒霉孩子的口味还挺独特。作为一只实打实的妈宝熊，媚猪主打爱妈妈就要爱她的一切，尤其是对妈妈的亲团特别好奇。就算出外场也要抓起来把玩一下。有次媚猪为了弄清楚自己为何造不出妈妈同款亲团，小家伙直接钻到橘萌萌肚皮底下，随后绕到妈妈身后，眼睛瞪得溜圆。这一幕给大梁奶爸都整无语了，内心 OS： 好好的玩具不玩，非要研究屎尿屁。只能说媚猪吃亏就吃亏在年纪小，要是放在10几20年前，别说是玩亲团巴巴浅尝妈妈的须须，就算一屁股坐死一条蛇都没证据。而要说橘萌萌这么爱干净的小熊，为何会生出这样一只邋遢宝宝？也许还跟媚猪的舅舅酷酷有关，毕竟酷酷小时候也曾浅尝过橘校的亲团。外甥相救这句话并不是没有道理，而且自从过生日有了全自动小火车，酷酷算是彻底把亲团玩出了花，不是站在火车头360度展示拉式角度，就是在火车轨道上拉满亲团，然后得意地驾驶着小火车把亲团碾碎，主打响应国家号召一拉一路。果然媚猪研究屎尿屁的锅还得酷酷来背。自从发现妈妈经常在窗口得到好吃的，小卖部窗口就多了张要饭的嘴巴。只见青姐将切成小块沾了蜂蜜的窝窝头一块一块贴心的喂到橘萌萌嘴边，闻到香甜气息却吃不到的媚猪急得团团转，使出浑身力气想要把妈妈的大脑袋推开。外婆这里还有一张嘴，但由于媚猪的年纪太小，牙也没整齐，吃窝头很容易噎住，造成生命危险。青姐无奈之下只能加快速度给萌萌喂窝头，气得媚猪直接倒下撒泼：“我要闹了，我要闹了！”别看媚猪小小的身体里大大的牙，但实际上过不了多久就会动。看到妈妈丢下自己跑到外场去玩，小家伙强行开机跟在后面，结果刚出门就直接变成了小熊毛毯。好家伙，谁把媚猪电池抠了？而如此可爱的小熊，网友们爱了吗？爱绝对是全网唯一一只吃竹子都要被夸的小熊，因为于可于爱的体重一路狂飙，虫洞开始控糖调整兄妹俩的饮食结构。以往1日3餐可能都有果果和笋笋，如今减到1、2餐，而且放了更多的竹子。不知情的爱姐出门就到处找小零食，然而找来找去却发现只有难吃的竹子。不信邪的她怀揣着最后一丝希望爬上树，却被现实打击的失去所有力气和手段。虽然大熊猫的主要食物就是竹子，并且多吃还有利于身体健康，但已经是苹果脑袋的爱姐才不管这么多，抱着竹子就开始满院子撒泼打滚表示抗议，像极了两脚兽幼崽挑食不想吃蔬菜时故意把碗筷弄出响声。其实爱姐从小就不太爱吃竹子，
甚至看到饭桌上摆了竹子就会生气，愤怒的将其痛扁一顿，再拿去扔掉，可以说是看一眼竹子就心烦的程度。但熊是铁饭，是刚不吃竹叶饿得慌。艾姐气鼓鼓的把竹子痛扁一顿后，肚子饿了还是得再乖乖捡起来吃掉。对此，艾姐表示，虽然本宝宝吃了竹子，但要让你们知道我也是有脾气的。以前小爱吃果果笋笋的时候，就连侧脸都是甜美可人，萌化人心。如今吃竹叶仿佛在吃仇人一样，直接变成凶神恶煞的社会我爱姐。原以为艾姐会逐渐适应吃竹子，可当看到表弟莽小五的院子上果果努力往下咽竹叶的艾姐又鬼火冒了。2大提果果就不能分我一点吗？于是越想越气的艾姐转身回家，气势汹汹的找外公要美味果果吃。也许是心疼小家伙这2天没吃好饭，外公用小麻袋给他装了些果果，艾姐高兴的直接躺在门口大快朵颐。吃完举起熊掌祈祷，嘴里念念有词，天灵灵地灵灵，再来一点行不行？这虔诚的小模样瞬间萌化姨的心巴。但为了身体健康，艾姐还是听话吧。而馆长也为调整饮食结构煞费苦心，因为于可于爱兄妹俩跟成精似的聪明，经常假装打架骗饲养员的果果，所以直接安排兄妹俩错开时间段营业。这下2熊总不能自己打自己吧？有猫粉说还有一个办法可以尝试，就是把南瓜和竹子同时摆在饭桌上，艾姐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吃竹子，毕竟比起南瓜，竹子都显得异常美味。或者也可以让艾姐品尝北冬窝头，保证一口下去从此爱上竹子。谁能想到在宠娃这方面，长隆居然遇到劲敌了。都知道香港出生的熊猫宝宝满月了，海洋公园几天前就开始敲锣打鼓的准备，足足向游客派发了815份猪脚姜，而这个数字也是姐弟俩的出生日期。估计长隆官方做梦都没有想到，在宠娃这条赛道上也是遇到劲敌了。长隆好歹在媚猪出生半个月度过危险期后，才开始铺天盖地的在各种渠道搞宣传，而盼仔盼了20多年的香港根本不想藏，尤其还是盼来了一对龙凤胎幼崽。当天深夜，特首就激动发文宣布了好消息，海洋公园更是大半夜召开记者发布会炫耀，同时还不忘给光棍俱乐部栾动发去喜讯，气得栾动回复晚上睡觉最好睁只眼闭只眼。此外，海洋公园火速开通了专属账号，每天坚持上传熊猫幼崽的最新动态，满满的喜爱和自豪感简直扑面而来。而为了让大功臣莹莹安安心心坐月子，园方直接把熊猫馆闭馆暂停营业，就连不用带娃的乐乐爸也跟着坐了月子，毕竟熊猫宝宝的出生也有他一份功劳。而赚奶粉钱这事就交给饲养员去做。只见奶爸美滋滋的拿着熊猫宝宝的海报，跑到海报馆里跟游客宣传，骄傲的仿佛熊猫宝宝是自己生出来的。而大梁奶爸带妹猪出来晒太阳时，看着众多举着手机兴奋拍摄的游客，他的表情简直和香港奶爸如出一辙。果然是自家的孩子自家宠，因为19岁高龄的莹莹是首次当妈，起初她并不知道如何把幼崽抱在怀里喂奶，但母性很强的她又舍不得把孩子放下，只能轻轻含在嘴巴里，着急的变换姿势。好在有中心专家和动物护理团队在，他们在仿真玩偶上抹了幼崽的尿液和粪便，这样既不伤害幼崽，也能让新手妈妈练手。莹莹也很给力，很快就学会了标准带娃姿势。如今莹莹已经学会辣妈式单手抱娃，就算躺下休息也不会耽误孩子吃奶。而健康长大的姐弟俩也越来越可爱了。姐姐熊摆出了咸蛋超人的招牌动作，弟弟熊则喜欢冲镜头挥舞小手打招呼。饲养员帮忙排便时，他嘴角带着笑意，就连睡觉都感觉是在做甜甜的美梦。总感觉这小子长大后又是一个狐妹子。不得不说，香港是有点运气在身上的。再过1-2个月，不仅能看到新的大熊猫，满100天的熊猫宝宝也该正式跟游客见面。到那时，海洋公园不知的热闹成什么样。